大家好，我是西烟。最近大家是不是都被 Cursor 刷屏了呢？这次我结合 Cursor 和 Python 里面的 Streamlit 开发了一款提示词生成器应用。核心的原提示词代码来自 OpenAI。我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大语言模型的参数设置，同时还设计了3种预设：创意、平衡和精确。最开始我花了大概30分钟，从零开始学习 Cursor。掌握了2个基本功能之后，便着手录制了这个 Cursor 开发应用的全过程。Cursor 确实很惊艳，操作起来非常高效。全程我几乎没有写什么代码 ，bug 也是交给它来处理。大多数是对 Cursor 自动生成的代码稍作修改。下面有点偏教学项，从最基础在 Cursor 里创建 app 的文件夹，构建 Python 虚拟环境，让 Cursor 写代码，能运行后将本地代码放到云端去发布。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流程，看到最后你就会觉得原来开发 App 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废话不多说 ，Let's go！ 我是西烟，在东京工作生活的数据科学家，在这里会用最极简的语言、最直观的例子，分享数据科学、机器学习 AI 等知识。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关注，不迷路哦！先简单介绍一下 Streamlit， 不然你会觉得开发 App 是一件很难的事情。Streamlit 是一个简单高效的 Python 框架，适合快速开发 Web 应用。它诞生的背景是为了应对一个常见的问题：数据科学家们往往在开发过程中不具备或不愿意花大量时间学习前端开发工具，但他们又需要将数据分析、机器学习模型的结果展示给非技术用户。传统的 Web 应用开发需要用到 HTML、CSS、JavaScript 等技术，开发和维护起来较为复杂。Streamlit 简化了界面和功能的创建流程，只需要几行代码就能轻松将数据和模型可视化。用 Streamlit 开发 Web 应用非常便捷，特别适合需要快速迭代和发布的项目。不过现在不光是数据科学领域，大模型应用 AI 领域里 Streamlit 里的各种新的部件也被开发了出来。话说那个8岁用 Cursor 开发出 Chatbot 的小女孩，如果知道 Streamlit 的话，差不多代码就这么多，一个 App 文件就能搞定，估计5分钟都不到，这就是信息差。不过从侧面也印证了收费版的 Cursor 确实强大。这是我第2次使用 Cursor， 第一次学习使用 Cursor 的时间成本差不多是30分钟，没想象中那么难。总结一下，使用免费版本记住2个功能就好了。Mac 系统的话就是 Command 加 L，Command 加 K。Windows 的话就是 Ctrl 加 L，Ctrl 加 K。这2个有什么区别呢？极简解释一下，就是在改代码的时候，代码修改的范围是不一样的，全局修改和部分修改，记住大改和小改就好了，后面这2种功能都会用上。左上方呢就是我目前的文件夹 Projects， 一会儿我会在这个层级下面创建一个新的 App 文件夹，并且构建一个新的 Python 的虚拟环境。听着很难是不是？其实就几行代码的事儿。接下来我们打开下方的 Terminal， 输入 pwd， 看一下当前位置是不是 Projects 这个文件夹。确认没问题之后，我们来创建文件夹。我们可以通过手动鼠标点击创建新的文件夹，但看到下方说可以利用 Command 加 K 来生成命令，我们来试一下 Command 加 K。这里我们在对话框里输入，让它在目前位置生成一个文件夹。尴尬了，没有反应，那只能再问一次。问完后我们就发现命令直接出现在了这里，我们直接回车运行。现在可以看到左上方文件夹里多了一个新的文件夹，这里跟之前说过的大改小改代码是没有关系的。这也是我第2次用 Cursor 才发现原来 Cursor 还能帮你写 Terminal 里面的命令，是不是感觉还不错呢？接着我们就用 cd 命令进入这个文件夹，在这里创建我们的 Python 虚拟环境，需要用到我事先准备好的一个文件。这里我们会用到 Python 里面的2个库 OpenAI 和 Streamlit， 我们把它丢进我们新建好的文件夹里面。
接下来我们采用 pip env 的极简安装方式 ，terminal 中输入命令 pip install pip env。安装好后使用 pip env install 来安装虚拟环境。安装同时会帮我们预装好刚刚文件里面的两个库 OpenAI 和 Streamlit， 因为这里没有放 pip file log 文件，所以会自动为我们生成。我们虚拟环境就创建好了，接下来输入 pip env shell 来进入这个虚拟环境。可以看到这里前缀上加上了我们新建好的文件夹的名称，同时右边也显示了 Python 的环境 Python 3.11。接下来创建一个空的 app 文件，因为是 Python 格式，后缀加上了 py。现在要让 Cursor 帮我们写代码了，快捷键 Command 加 L， 右边调出了我们的 Chat 窗口。这一次我的需求就全部按英文来写了。我说我想通过 Streamlit 来创建一个提示词生成器的 app， 我需要一个文本框来让用户输入原始的提示词。回车，接下来 Cursor 就会以对话的形式输出结果。这里有点像三段论啊，文字回复、代码以及代码解释。这里我们有两种方式将 Cursor 提示的代码嵌入到我们的文件里 ，Copy 和 Apply。Copy 很好理解，这次我们点击 Copy， 然后直接粘贴初始的代码，或者说是代码的框架就生成好了。刚刚是 Command 加 L 的演示，接下来演示一下，如果部分修改该怎么办。比如在这里，我想加入一段显示文本的代码，在选定位置 Command 加 K， 出现一个小的对话框，我让它加一段能显示 Hello World 的代码。出来了，错是没错，但我希望换一种 Streamlit 的方式来显示。生成的这段代码最后会有 yes、no。yes 的话就是接受修改， no 的话就是继续跟它对话。我们点击 no， 在 follow up 问题中我们追问它，让它用 Streamlit 的方式，这样就对了。可以发现我们前后两段的提问合成了一个问题，代码没错，我们点击 accept。接着我们运行一下这个 app， 看看 Cursor 代码写的怎么样。在下方的 terminal 我们输入 streamlit run app.py 回车，运行成功。接下来就可以在本地浏览器上查看我们运行的 app 了。我把浏览器的窗口拉到右边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报错了，原因是最开始代码有问题。我们删除、保存，然后刷新网页。这里是不是能看到 Hello World 了？还有下面文本框。接下来我们让 Cursor 在侧边栏设置一个 OpenAI 的 API Key 的验证，验证之后才能调用 OpenAI 的 API， 用模型来生成提示词。这段代码也没什么大问题，我们这次点击 Apply， 绿色就是代码添加的地方，我们点击绿色确认变更。接着 Command 加 S 保存之后，我们来到 App 的页面更新，这里可以确认到 Cursor 的代码确实加上了 API Key 的验证。我们继续添加另一个部件，也就是这次 App 的核心部件，生成提示词的函数。我们直接来到我事先准备好的 OpenAI 的页面，能看到这是 OpenAI 公开的提示词生成器的代码形式 Meta Prompts 原提示。这代码很长，我们直接复制粘贴到我和 Cursor 的对话框里面。这里我告诉他，这个是生成提示词的代码，将它放入我的代码中。
看了一下它的生成结果，好像不太对啊。很明显，大段的原提示词都没了。我们重新问一下，加2个条件，一个是加入到正确的位置，一个是复制所有的原提示代码。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能看到大段的粉红色的原提示词了，应该没错了。反正我用 apply 替换左边我所有的代码。accept 之后，我们保存，刷新。这里出现了错误，这次我就把出现的错误复制粘贴给 cursor， 让它来解决。结果又丢了很多原提示词，重新让它生成。现在应该对了，直接 apply accept 一下，保存，刷新。现在没错误了，可是文本框又没了。我问他，你把我让用户输入提示词的文本框弄丢了。他先是抱歉，又说自己是对的，文本框的代码其实是在的。不管怎么样，我们 apply 一下，没看到代码变更，跟之前代码一样。我来亲自看一下问题在哪里。找到问题了，原来 cursor 写代码的逻辑里，用户的 API key 验证是先过了才能看到文本框。但我更希望不管有没有验证，用户知道是从这里输入原始的提示词。所以这里我告诉他我的需求，就算用户不输入 API key 也能看到文本框。简单查看了一下代码的缩进，对的，没有问题，直接 apply。accept 保存，刷新 OK。 因为是大模型在原提示下生成提示词，而大模型本身在回答设定上也有一定的自由性，通过调节参数，我们就可以选择让回答变得更加精确，或是更加有创意。所以这里我让 cursor 将下面5个参数放到侧边栏里，供我能调节它们。这5个参数是这个 client chat completions create 里面的参数。我们看到 model 模型这里是 GPT-4o， 最后我们也可以添加模型的选项。这边代码生成完了，我 apply 保存，刷新，3连一下，打开侧边栏，可以看到参数变成了可调节的。我没告诉它什么样式的， cursor 自动为我生成了这种滑动式选择，是不是还不错呢？这里 max tokens 的默认值是150，太小了。我们这里手动人为改成512。接着简单说一下这5个参数temperature 温度参数是控制生成文本的随机性，这个值越高，生成的结果越多样，值越低，结果越确定。top p 使用概率累积的方式过滤候选词，值越低，生成结果越保守集中。max completion tokens 这个就是限制生成文本的最大程度，设定生成的字数上限。presence penalty 鼓励引入新词，这个值越高，模型倾向于不重复之前用过的内容。frequency penalty 抑制重复词的频率，这个值越高，模型越避免重复使用相同的词汇。再简单提一下，其实 temperature 这个温度参数的上限是2，但是在很多应用的设定中，上限常常都是1。比如之前我们构建第二大脑用到的 define，
这应该是基于调高了就怕太有创意、胡说八道的考量。这里 cursor 给出的设定范围也是0到1，而后面两个 penalty 惩罚参数的范围也没错，确实是-2到2，但都调到-2的话，就是重复的词再重复的感觉都调到2，又会让语句变得不自然。所以这里我们参照 define 里面的设置，我们将它们设定到0到1之间。这里出现问题了，是个小问题，把整形改成浮点型就解决了。这些参数很复杂，同时调节这些参数还有内生性问题，所以我很贴心的把 define 里面的预设复制了过来。这里我让它根据3种预设来设定参数，让我只能选择预设来调节，并且设置平衡这个预设当做默认设置。我来简单看一下3个预设 Creative、Balanced 以及 Precise。直接 Apply 来看一下改动的代码。红色是删除掉的代码，绿色是新添加的代码。Accept 保存，刷新3连击。我们可以看到，确实我们只能选预设了。如果我们想保留参数调节的选项，我们要找到之前的代码，放到正确的位置就可以了。这次我们再次考验 Cursor， 通过我们的需求描述，能否帮我们添加回代码。我告诉他，让他保留参数的显示，就算我选择好了预设，我也能够调节参数，把之前少了的代码加上。Accept 保存，刷新3连击。可以看到 Cursor 满足了我们的需求，保留了参数调节的部分。但是问题来了，原始提示词输入的文本框又没了。我们知道原因，这次就手动修改一下吧。但其实也暴露了 Cursor 的一个问题，拆东墙补西墙，墙补墙的问题。OK， 文本框又回来了。接下来我们再添加一个模型选项，我让它弄一个可以选择模型的选项。我说的很抽象，在哪里改动模型参数都没有说。Accept 保存，刷新3连击。模型选择好像似乎没有问题，但是文本框的问题出来了，我们已经习惯了，手动快速改完就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简单测试一下，这里需要用到我自己的 API key， 我直接复制粘贴 GPT-4o 模型，选择 Creative，这里就用上期内容中我们用到第3个提示词，关于中国游戏行业的分析报告。声明的答案是不是差不多？不过这里有个问题，就是文本框太短了，我们让 Cursor 再改善一下。我告诉他这个文本框太小了，改大一些。这里本来就是一个小小的改动， Cursor 却要生成所有代码，所以在这里不建议大家学我。我们可以看到，应该就是这里 height 参数控制着文本框的高度。Cursor 建议的是600，我直接手动改成了172，看一下。意外发现，怎么2个乘法参数又被改回来了？
现在我强烈怀疑 Cursor 不是参照我的代码改的，包括前面文本框也是，这里是蛮奇怪的。这里我们不用 Command L， 我们用 Command 加 K 来部分修改这里的代码，选中修改对象，输入我们的需求，告诉他这里参数是错的，最小值应该是0，最大值是1。好像没什么问题，保存刷新，再测试一下提示词生成。这里拍落地参数的范围没有问题。接着我们来测试一下提示词的生成，这里好像也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要发布我们的 App， 需要2个文档，先让 Cursor 帮我们写个 README 出来。我们先创建 README.md 这个文件，然后告诉他，让他加上作者信息、名字和频道的 URL， 最后 apply 一下就 OK 了。另一个文档我们手动创建，把需要的这2个库的版本放在 requirements 这个 txt 文档里。接下来把 app.py、readme.md 以及 requirements.txt 这3个文件上传到 GitHub 上。进入到 GitHub， 我们先创建一个新的 repository。Prompt Generator 选择 Public， 后面我会把这个 repo 放在视频简介中。创建，点击中间的上传文件，上传刚刚的3个文件。接下来我们利用 Streamlit Cloud 来发布我的 App， 搜索 Streamlit，点开进入主页，点击右上方的登录，来到我们的 App 的管理页面，点击右上方的 Create App， 选择左边，找到我们刚刚新建好的 Repo Prompt Generator， 这里 App 的名字得改一下， App 的 URL 改简单一点。高级设置这里我们可以点开看一下，这里其实不用改，但为了严谨一些，我们需要将云端的 Python 版本设置成 3.11， 因为在当初创建虚拟环境的时候，我们写的是 3.11， 其实 3.12 版本问题也不大。设置好后 Deploy 发布我们的 App。 作为第一个这个公开 App 的使用者，我来测试一下。先输入自己的 API key， 这次模型选择 GPT 3.5， 预设选 Creative 创意，同样提示词。但怎么就报错了呢？我们按照错误提示点击右下方的 Manage App Not Found Error， 找不到 GPT 3.5 这个模型。我们再来确认一下。GPT 3.5 的话，正确的模型参数名是 GPT 3.5 Turbo， 这次麻烦大了，赶紧把本地和 GitHub 上代码给修改了。接着刷新我们的 App， 这次应该对了吧？怎么又出错了？原来是太急了 ，API key 的输入都忘了，这叫人情何以堪啊 ！OK，GPT 3.5 Turbo 没有问题，不过在没有指定中文输出的情况下，输出了英文。我们再来看一下 GPT 所有的表现。
是不是跟之前 Playground 里面差不多呢？最后我会把网站的链接放在视频简介里，欢迎大家去试用。不过前提是你需要有自己的 OpenAI 的 API Key， 你也可以参考我在 GitHub 上的源代码，对外观和功能进行个性化修改，进行独一无二的私人定制。通过 Streamlit 这些都能够轻松实现，而且比学习 Python 本身还要简单。以上就是本期内容了，记得点赞、关注，这些都是我持续创作的动力。我会带来更多有价值的原创内容。我是夕颜，我们下期再见。